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关于背叛、失落、新生与爱情的故事，真是一言难尽啊！我接触过不少婚恋案例，这一个着实让我印象深刻。我们的主人公叫小莹，是个漂亮的福建姑娘，在厦门某金融公司做投资顾问，收入不错，长相出众，工作也稳定。按理说，这样的条件在婚恋市场上该是抢手货才对。小莹跟她男朋友阿杰在大学就认识了，两个人从大二开始谈恋爱，毕业后双双留在厦门工作，感情稳定，已经交往5年多了。按照小莹的规划，工作稳定后就该谈婚论嫁了，但阿杰总是以事业还没稳定，再等等为由，一拖再拖。都说姐妹情深，小莹有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小林，两人形影不离，简直比亲姐妹还亲。小林知道小莹所有的秘密，也是小莹感情上的军师。每次小莹与阿杰有矛盾，都是小林在旁边出谋划策，帮两人化解危机。谁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三角关系，背地里却暗流涌动。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周五，小莹因为加班，提前跟阿杰说不能按约定一起去看电影了。没想到下班后，领导临时有事，加班取消了。小莹心想给阿杰一个惊喜，买了他最爱吃的糖醋排骨，直奔他租住的公寓。小莹有阿杰家的钥匙，进门的瞬间，她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客厅茶几上摆着两人的红酒杯和烛台，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香水味，而浴室里传来淅沥沥的水声和一阵阵熟悉的笑声，那是小林的声音。阿杰，水温刚刚好，你快进来了。小莹感觉天旋地转，手中的饭盒重重摔在地上，惊动了浴室里的两人。接下来的场景，小莹说她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浴室门打开，阿杰慌乱地裹着浴巾冲出来，而小林只披了件衬衫，头发还在滴水。小莹，你听我解释。阿杰结结巴巴地开口，小林倒是坦然，甚至带着一丝胜利者的微笑说，来都来了，那就说清楚吧。我和阿杰已经暗中交往3个月了，他其实一直更喜欢我。那一刻，小莹只觉得五雷轰顶，5年的恋情，10几年的闺蜜情，在这一刻全部崩塌。她没有哭闹，也没有质问，只是冷冷地看了两人一眼，转身离开。我没资格怪阿杰变心，但小林，你知道我所有的弱点和秘密，你明知道我有多爱他，却还要这样对我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姐妹情谊。小莹离开时，小林的回答更是刺痛了她的心。感情这种事，不就是谁先动心谁就输了吗？你太天真了。那一晚，小莹在海边彻夜未眠，任凭冬日的海风吹得她浑身发抖。曾经最亲密的两个人，如今却成了最深的伤口。回到家后，小莹发现阿杰发了几十条微信，各种解释和道歉，但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小莹选择了拉黑，而小林居然还在朋友圈高调秀恩爱，配文姐妹情让位于真爱，希望你能理解，这简直就是往伤口上撒盐啊！被双重背叛的痛苦让小莹几乎崩溃，工作也无法集中精力，每天都浑浑噩噩的。最要命的是，由于和小林的共同圈子实在太多，小莹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关于她和阿杰的议论。天啊，你知道吗？小林把小莹男朋友抢了，听说是阿杰先看上小林的，小莹只是不肯放手。这年头，连闺蜜都不能信任了。这些闲言碎语像刀子一样剜着小莹的心，她感觉自己在厦门已经无法呼吸了。就在这时，小莹的台湾表姐打来电话，问她要不要去台湾散心，顺便帮表姐照顾一下才开张的甜品店。小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，离开这个伤心地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于是小莹向公司请了长假，收拾行李飞往台湾。当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的那一刻，她告诉自己，新的开始，忘记过去，重新做人。表姐在台北信义区开了一家小小的甜品店，主打手工芋圆和各式奶茶。小莹住在表姐家里，白天帮忙打理店铺，晚上就一个人在台北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的闲逛。台北的冬天和厦门不同，多雨潮湿，却有种独特的浪漫气息。小莹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情。
无论是路边摊的阿姨亲切地喊她小妹妹，还是便利店店员礼貌的谢谢光临，都让她感到温暖。然而，心里的伤口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。有一天晚上，小莹在捷运上独自哭了起来。那天是她和阿杰的5周年恋爱纪念日，手机里跳出的备忘录提醒让她一下子崩溃了。当时捷运上人不多，小莹低着头，泪水不停地往下掉。突然，一包纸巾递到了她面前。小莹抬头，看到的是一张温和的脸庞。那是个大约30岁左右的男子，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，眼睛却格外明亮。不好意思，看你好像有点难过，要不要用一下？男子轻声说道，声音里带着台湾特有的温柔语调。小莹道了谢，接过纸巾。这个小小的动作，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，却让她的泪水流得更凶了。有时候，对着陌生人哭，反而会比较轻松。男子没有离开，而是在小莹身边的位置坐下，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如果需要倾诉，我可以当个倾听者。当然，如果觉得我多管闲事，请直接告诉我，我会马上闪人。或许是太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，小莹竟然真的开始向这位陌生人讲述了自己的故事，从大学的爱情到闺蜜的背叛，再到逃到台湾寻求新生。男子安静地听着，时不时点点头，没有打断，也没有评判，只是在小莹说完后，轻轻地说：“你很勇敢，知道吗？很多人被伤害后只会躲在原地舔伤口，但你选择了离开，选择了新的可能性。我只是逃避罢了。”小莹自嘲道：“不，这不是逃避，这是自救。”男子温和但坚定地说：“有时候离开才是最好的成长。”不知不觉，他们已经坐过了好几站。男子突然笑了：“哎呀，我差点坐过站了。对了，我叫陈之明，台大历史系的老师。如果你想继续聊，或者需要一个在台北的朋友，可以加我的通讯软件。”就这样，小莹认识了志明，一个温和、知性又不失幽默感的台湾男子。起初，小莹对志明还是有些戒备的，毕竟经历过一次背叛，他对感情变得异常谨慎。但志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急切追求的意思，而是以朋友的身份，偶尔约他出去走走，带他领略台北不为人知的美。台北最美的不是那些打卡景点，而是藏在巷弄里的人情味儿。志明常这样说。有一次，志明带小莹去了一个隐藏在居民区里的小公园，那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色，只有几棵老树和一些简单的长椅，但却格外宁静。我大学时常来这里看书。志明指着角落里的一棵大榕树说，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，一本书可以看一整天，饿了就吃自己带的饭团，渴了就喝路边摊的青草茶，简单却很满足。小莹坐在长椅上，看着周围悠闲遛狗的老人和玩耍的孩子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。在厦门的时候，总觉得生活要争分夺秒，不断向前冲，生怕被别人超越，但在这里似乎慢一点也没关系。台北人看起来很忙，但其实我们很懂得慢活。志明笑着解释道，人生不是只有往前冲，有时候停下来感受当下也很重要。渐渐的，小莹开始适应台北的生活节奏，白天在表姐的甜品店帮忙，晚上有时和志明约会，有时自己在城市里探索。她爱上了台北的夜市文化，士林夜市的大肠包、小肠，师大夜市的盐酥鸡，宁夏夜市的胡椒饼，每一种小吃都让她体验到不同的惊喜。台湾的小吃真的太厉害了，我都要变成小猪了。小莹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抱怨道。那正好啊，志明调侃道，福建女孩变成台湾小猪，名副其实的两岸一家亲。小莹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这是她来台湾后第一次这么开心的笑。表姐看着小莹渐渐恢复活力，也很欣慰。看来台北的空气对你很有好处嘛，是不是还有别的？空气也不错。表姐朝志明的方向暧昧地挤了挤眼睛。姐，你瞎说什么啦？我和志明只是朋友。小莹连忙否认，但脸上却不自觉地泛起红晕。表姐笑而不语，只是在志明下次来店里的时候，特意给他多加了一颗芋圆。春天来临时，志明约小莹去阳明山看海芋。那天蓝天白云，漫山遍野的海芋在微风中摇曳，宛如一片白色的海洋。志明指着远处的台北盆地说，
你看，整个城市都在脚下，多像童话里的场景啊！小莹深吸一口气，清新的空气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真好啊！如果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，该多好！所以我们要好好记住这一刻。志明轻声说道，然后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台宝丽来相机，来，笑一个。啊，不要，我今天没化妆。小莹连忙用手挡住脸，你这样最自然，最好看。志明放下相机，认真地看着小莹。小莹，你知道吗？你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里有星星。那一刻，小莹的心跳加速了。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坠入爱河，但随即而来的是恐惧。上一段感情的伤害还历历在目，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准备好再次投入一段感情。注意到小莹的表情变化，志明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而是转身指着远处的一片樱花林，走，带你去看台北最美的秘密花园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志明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，既不会让小莹感到压力，也不会让她觉得自己被忽视。他像一位耐心的向导，不仅带小莹游览台北的美景，还向她介绍台湾的历史和文化。台湾的历史就像一本多元文化的百科全书。志明在台湾历史博物馆里向小莹介绍到，从原住民到荷兰人、郑成功、日本人，每个统治者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，形成了今天台湾独特的文化面貌。小莹看着志明讲解历史时专注的眼神，不禁想，这样一个知性又温柔的男人，为什么还单身呢？似乎是猜到了小莹的疑惑。志明在回家的路上主动提起了自己的过去。其实我曾经订过婚，但在结婚前2个月，发现他出轨了我最好的朋友。听到这里，小莹惊讶地停下了脚步。所以你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？志明苦笑着点点头。所以我当初在捷运上看到你哭，才会特别有感触。我知道那种被最亲近的人背叛的感觉。那后来呢？你是怎么走出来的？小莹好奇地问道。时间还有阅读。志明回答，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，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如此轻易的背叛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他们的背叛不是我的错，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我们不能控制别人的行为，只能选择如何面对自己的伤痛。听着志明的话，小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共鸣。原来他们经历过相似的伤害，也许正是这种共同的经历，让2人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联系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很感谢那次背叛。志明继续说道，如果不是那次经历，我可能不会去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，也不会成长为现在的自己。你不恨他们吗？小莹问。恨过，当然恨过。志明坦然道，但恨是一种负担，放下它才能轻装上阵。小莹若有所思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沉浸在被背叛的痛苦中，却忘了往前看。或许是时候放下了。在台北生活的第3个月，小莹开始考虑是否要回厦门。表姐的甜品店已经步入正轨，不再需要那么多帮忙，而公司的假期也快要结束了，要不要留在台北？表姐试探性地问道。我看你和志明挺合适的，而且你在这里也过得很开心。小莹犹豫了，留下来意味着要放弃厦门的工作，重新开始，但回去又要面对那些不堪的回忆和闲言碎语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小莹的平静。阿杰给她发了一条信息，小莹，我和小林分手了，我错了，我想挽回你。看到这条信息，小莹的心情复杂极了。曾经这样的一条信息可能会让她欣喜若狂，但现在她却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。她给阿杰回了一条信息，谢谢你的坦诚，但我们已经不可能了，祝你幸福。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，小莹感觉自己终于放下了一块心头的大石。晚上，小莹约志明在淡水河边散步，告诉了他阿杰的消息和自己的回应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志明问道。不后悔，不后悔。小莹坚定地说，那段感情已经成为过去，我现在有了新的生活，新的可能性。听到这话，志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他们并肩站在河边，看着夕阳慢慢沉入淡水河，染红了半边天空。小莹，志明突然转向他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喜欢你，但我不急。
可以等你准备好再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小莹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深深地看了志明一眼，然后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。那一刻，淡水河的晚霞格外绚烂，照亮了两个曾经受伤的灵魂。在淡水河边的那次表白后，小莹和志明的关系正式进入了恋人阶段。但小莹始终没有做出留在台湾还是回厦门的决定。一方面，她在台北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与快乐；另一方面，厦门毕竟是她奋斗多年的地方，有她的事业和朋友圈，不必着急做决定。志明总是这样安慰她。感情不是绑架，是相互成全。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会支持你。这种不设条件的支持让小莹更加感动。曾经的阿杰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，而志明却尊重他的每一个决定，给他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思考。转眼到了梅雨季节，台北连日阴雨，小莹的心情也变得阴晴不定。一个雨天的午后，他和志明窝在咖啡馆里，窗外雨声淅沥，店内爵士乐轻柔。我的假期快结束了，小莹搅动着杯中的拿铁，有些心不在焉地说，公司已经催了好几次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去。志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如果你想回去，我理解。厦门是个美丽的城市，也是你打拼的地方，但我舍不得你。小莹抬头看着他，我们刚刚开始，就要面临两地分隔，这对感情太不公平了。那就让我去厦门。志明突然说道，我可以申请去厦门大学做访问学者，正好有个研究项目可以合作。小莹惊讶地看着他，你愿意为我放弃台北的一切？不是放弃，是新的尝试。志明微笑着说，而且厦门和台北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或许我也会爱上那座城市呢。小莹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在她的感情经历中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她做出如此大的改变。就在这时，小莹的手机响了，是表姐打来的电话，语气急促，小莹，你赶紧回来一趟，有个福建来的女孩子在找你，说是你的闺蜜。闺蜜小林，她怎么会来台湾？小莹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，急忙赶回甜品店。小莹远远的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小林，她比记忆中消瘦了许多，脸色也不太好，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，没有了往日的光鲜亮丽。小莹看到小莹走进来，小林立刻站了起来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莹没有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她，曾经的闺蜜如今却像个陌生人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做了不可原谅的事。小林哽咽着说，我和阿杰分手了，他一直爱的是你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你大老远跑来台湾，就为了告诉我这个？小莹平静地问，心里却波涛汹涌。我想请求你的原谅。小林低下头，也想告诉你，阿杰真的很后悔，他每天都在找你，都快疯了。听到这里，小莹不禁苦笑。果然，小林来不仅仅是为了道歉，还是为阿杰来做说客的。小林，谢谢你特地来一趟。小莹深吸一口气，但是我已经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也遇到了真正尊重我、爱我的人。至于原谅，我早就放下了，不是为了你们，而是为了自己。小林愣住了，似乎没想到小莹会如此淡然。你是说你在台湾有了新的感情？小莹点点头。这时志明刚好推门而入，他站在门口，礼貌地朝小林点头致意，但没有上前打扰他们的谈话。小林看了看志明，又看了看小莹，突然明白了什么，他就是你现在的男朋友。是的，小莹微笑着说，他叫志明，是个很温柔的人。他对你好吗？小林小声问道。很好。小莹的眼神变得柔和，他教会了我，爱一个人不是占有，而是尊重和成全。小林低下头，沉默了许久，终于说道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小莹，我羡慕你找到了真正的爱情。其实我和阿杰在一起后才发现，他根本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人。他总是拿我和你比较，说你更懂事，更体贴。听着小林的叙述，小莹逐渐明白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阿杰一直把小林当作替代品，而小林则是出于虚荣心和嫉妒才插足他们的感情。这段畸形的关系注定不会长久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小莹最终说道，希望你也能尽快走出来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送走小林后，小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和过去的人、过去的事做了一个正式的告别。她终于可以毫无包袱地拥抱新生活了。你还好吗？志明关切地问道。从未如此好过，小莹笑着说。我想我做好决定了。什么决定？我要留在台北。小莹坚定地说。我爱上了这座城市，也爱上了你。我想在这里重新开始。志明惊喜地看着他。你确定吗？不需要再考虑了。我从未如此确定过。小莹笑着说。表姐说她的甜品店需要一个长期帮手，而我正好有金融背景，可以帮她管理账目和扩展业务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志明激动地抱住了小莹，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。欢迎来到你的新生活。就这样，小莹正式在台北安家落户。她和表姐的甜品店生意越来越好，甚至开始考虑连锁经营。志明的访问学者计划也顺利通过，但最终他选择留在台湾，继续在台大任教。1年后的春天，志明带着小莹重返他们初次约会的阳明山，漫山遍野的海域依旧如云似雾，但这次志明在山顶的观景台上单膝跪地，掏出了一枚精致的钻戒。小莹，感谢命运让我在捷运上遇见了你，你愿意成为我生命中的唯一，和我一起走过余生的每一天吗？看着眼前这个温柔而坚定的男人，小莹泪流满面。她想起了那个在捷运上崩溃大哭的自己，想起了志明递过来的那包纸巾，想起了这1年来的点点滴滴。我愿意，小莹毫不犹豫地说道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志明。婚礼定在了金门，这个连接福建和台湾的小岛，象征着2人跨越海峡的爱情。小莹的父母从福建赶来，志明的家人也从台北飞到金门。在海风的见证下，2个曾经受伤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彼此的归宿。婚礼上，小莹穿着洁白的婚纱，志明则是一袭黑色西装。2人在海边许下誓言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足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我都会爱你，珍惜你，直到永远。表姐作为证婚人，笑着说，看来我的甜品店不仅能治愈味蕾，还能治愈心灵呢。令小莹意外的是，小林也来参加了婚礼。他悄悄地坐在角落里，目送着小莹幸福的身影，然后在仪式结束后默默离开。小莹看到了他，却没有上前，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声谢谢，感谢那段痛苦的经历，让他有勇气离开舒适区，最终遇见了真爱。新婚之夜，小莹和志明站在金门的海边，看着对岸福建的灯火。你后悔吗？志明突然问道。后悔什么？小莹不解地看着他。后悔那天在捷运上接受了一个陌生人递来的纸巾。志明半开玩笑地说。小莹笑着摇摇头。那是我做过的最不后悔的决定。其实那天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递纸巾给你。志明坦白道。我怕你会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。那我们就要感谢你的勇气了。小莹调皮地说，不然我可能还在厦门孤独地舔伤口呢。2人相视而笑，然后十指紧扣，一起走向未来的旅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就是小莹的故事。从被闺蜜和男友双重背叛的痛苦，到在台湾邂逅真爱的喜悦，小莹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看似最糟糕的事情，可能是通往最美好结局的开始。我是丽姐，下期再会。